小的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约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干爹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吧。等我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，也该告老了。以后这宫中就是你们的天下了。干爹，您说哪里的话呀？这宫里头要是没有您坐镇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时移世易，一个下人，这辈子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，侍奉多了，那就里外不是人了。干爹，那您的位子打算让谁来接手啊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吗？小子，秦宫的换者令不是你想接手就能接手的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遗诏？哎呦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想要？儿子，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恼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
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大王，老奴随你去了。哎！他吃了松筋软骨散，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冯甲，你们混账的背主家族！给我走！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会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会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他们好狠毒啊！竟然对大街和木心下手，说大街不舍先王，自尽陪葬。可木心呢？大家都看到他腹部有剑伤啊。眼下木心如何了？听说唐夫人看见木心还有一口气，就把他抬回长宁殿了。眼下生死不明。唐夫人平日胆子最小，却是个善人。你们可打听到了继儿的情形？公子季和其他公子一起还在灵堂里守灵。既然太子已经在大王面前发过毒誓了，眼下应当暂时无事。他们若想动继儿，只怕都不用太子动手，就会有一干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。如今我是为你担心，只怕会后是恨死了你呀。芈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，
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惠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惠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，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妻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2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是我看错了你。妹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。皇妃来咸阳寻你，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，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。你身不由己，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，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，已让你我走到尽头。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，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。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我。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易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，千万别怪我。
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继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，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，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在，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糜八子，请吧。臣拜见惠后。母后，王叔免礼，出什么事了？惠后可知，昨日和今日咸阳城内外各路兵马调遣甚急。怎么回事？有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的人马，更有魏冉的人马。魏冉不是在蜀中平乱吗？身为将领，无照擅自回京，当诛杀。我也是今日才看到巴蜀那边传来的报捷文书，蜀中乱象已平，陈庄、伏诛、司马错和魏冉已立下大功。魏冉回京是奉司马错之命带兵回来复命的。魏冉回京这么大的事，大王和王叔竟然事先毫无察觉。那文书被张仪扣在手里多日，我今日问他，他说是因先王病重又至驾崩，所以不是要紧的政务就推延递交了。而魏冉说是奉司马错之命，但他日夜兼程，用了不到5日就赶回来了。就算赶回来又怎样？大秦法度森严，他身为带兵之将，难道还敢造反不成？他大约是听说了什么。无把柄，朱公子和魏冉想闹事也闹不起来，但若是有了借口，他们想造反却容易得很呐。以王叔之见，当如何处置？臣听说，惠后打算让芈八子、公子季，还有樊长史为先王殉葬。是又如何？此举万万不可。当日，臣曾劝先王，为使大秦国政不生动荡，要保王后、保太子。今日，臣亦斗胆劝惠后大王，当以安抚朱公子为上。如何安抚？先王不是下了诏书，分封宫中的朱公子吗？让朱夫人随子就封便是。别人可恕，那芈月与樊长史绝不可恕。母后，勿为妇人之见，坏了大事。我对父王那是发过毒誓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正是为你的江山着想。实话告诉你，那道封公子季为蜀侯的诏书已经被我给烧了。我并非睚眦必报之人，但我断断不能让芈月母子占据巴蜀。巴蜀地形险要，更是富庶之地。若让芈月和公子季占据巴蜀，定会尾大不掉。再加上司马错和魏冉撑腰，随时可与朝堂对峙。新王即位，当以稳定为上。惠后，千万要慎重啊！多谢王叔提醒，我自当深明大义。过去真是小觑了惠后，没想到她狠起来，赶尽杀绝，一点不念旧情，还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！哼，
谁让他们挡了我夫君的道呢？哼，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姨儿都为姑母捏了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惠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。若不查出个结果，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危如累卵。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，姨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芈月的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那弟弟赶回来救他了。母后息怒，既不能分封迎继，又不能将他们母子留在咸阳，真让我为难。芈月的命攥在母后手里，母后还不是让她如何便如何了。说起来容易，虽然那芈月的命攥在我手心里，但我却真不能把她如何。母后，昨日接到我父王来信，得知先秦王过世，他便让孩儿转告母后，不要过于哀伤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谢你父王惦念。自打前年先王将公子瑶送到魏国为质，去年荡儿迎娶你为太子妃之后，秦魏两国是越走越亲了。母后，您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孩儿了。王之诸子，除了分封，还有一职分。你是说两国交质？不知母后以为如何？你是说让他们当质子？我与那芈月都出自楚国，我王兄恨透了他们母子，就送他们去楚国，恐怕不妥。母后，楚国固然是您的母国，但同样也是芈八子的母国。楚国紧邻巴蜀，而魏冉偏偏又是蜀地将领。芈八子的另一个弟弟芈戎也在楚国。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在巴蜀会合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此话有理。最好有一处地方，有一个人不喜欢芈月，刚好又能听我们调遣。姨儿不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这世上还真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还真有那么一个人。他何止是不喜欢芈月，简直是不共戴天。就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也不能解其心头之怨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，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呢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孟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
封公子至为长陵君，封公子锦为豫君，封公子辉为蜀侯，封公子少公为丹阳君，公子季入燕国为质。先王的公子他都有胆有谋，纷纷后还是你大有所为啊！郑将军说的有道理，和世上发生天高君王远，的确可以做到。朱清可还有异议主张？先王有10几位公子，兄长个个列土封疆，唯公子季年纪最幼，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，厚此薄彼，难以服众。长子所言甚是。正因为公子季年纪幼小，位立寸功，不好列土封疆。据说先王早有安排，要将巴蜀之地交予公子季打理。张子休得胡说！想那蜀国地大物博，管理起来头绪杂乱，先王怎会将此重任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？更何况，秦燕两国如手如足，此去燕国为质，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。先王生前最疼爱公子季，不分封公子季，反而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这也和先王的遗愿。这质子之事过于突兀，何不缓一缓再做商议？既然是众公子分封，还是不要失了退场才好。八字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景将军。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。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，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
二位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哎，怪我啊，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长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。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。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显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。长子但说无妨。倘有一日，芈月母子能否极泰来，重回秦国，还望雍氏家族能够瞻情顾意，助他们母子俩一臂之力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张仪一定回到秦国，共图大业。你答应吗？雍蕊定不负长子所托。好，那就谢了。走了。车子上官到了吗？是。车马走得这么慢，弄不好天黑时赶不到驿站了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他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剥夫削族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是。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
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！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？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下来！下来！什么人？住手！小冉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哎，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让他们都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！小冉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，先让你尝尝这把面子，我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小冉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米夫人饶命！米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小冉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啊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。在那儿，你也可以好好歇歇。我可要追上你了，小冉，亏得你带人来了，不然继儿和奎姑他们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路上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1日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下一步该去哪儿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我听姐姐的。
不过至少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会后，人请来了吗？嬴夫人说她身子不适。自从先王过世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从未好过。是嬴夫人不知好歹。那日我问芈月遗诏的事，她说她不知，我还一直不信，以为她骗我。此刻琢磨，她当时的神情和口气，却不像是作假。这么说，那遗诏与她无关？先王那么偏宠芈月母子，遗诏肯定与他们有关，只是东西不在芈月手里罢了。那会在哪儿呢？此刻谁躲着怕见我，就该在谁那儿。嬴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。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会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嬴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，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嬴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，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，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走！快走！夫人，夫人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快点！夫人，慢着！会后，会后，
张姐，尹夫人，会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会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嬴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嬴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先王陛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？不知会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嬴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嬴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嬴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嬴夫人，可嬴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嬴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嬴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既然会后盯上了你，他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如你我离开此地，暂时避避风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带我一起离开秦国，逍遥人生？你若愿意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先王对我有所托付，我要在这里替先王看着嬴荡的一举一动，岂能随意离去？你这个人呢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要想变也难了。好，那我就在咸阳城里陪着你。姐姐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拐过这个山口，前面就是赵国边境。听说你家里还有一妻三妾，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还有一个68岁的老母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次我姐姐遵旨要去燕国，这剩下的路途，还得劳烦您多多照应。将军放心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跟我姐姐一起入燕，一路上若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自然交个朋友。但若是我姐姐或者继儿出了什么意外，你那一家老小……啊，将军，请您放心。姑姑，保重。继儿，切记，前路茫茫，你是母亲身边唯一的男子汉，凡事多为母亲着想。继儿记住了。姐姐，此去千里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小冉，盼着姐姐和继儿早日归秦。小冉，起来。小冉放心，姐姐走了，你和白起留在大齐。遇事要先学会自保，千万不能硬碰硬。有你们在，我和继儿也有份期盼。儿郎们，今日的买卖做得值当，你们没给本王丢人现眼。来吃，喝。大王，咱们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出手就碰上了几只肥羊。秦王死了，
如今秦国上下手忙脚乱，再也顾不上咱们。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去四处打点秋菜，如何过渡？对，来，大王，大王，你看，天助我也！二郎们，过来！大王，买卖上完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戎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戎族来。我们大王不劫女色，只劫钱财。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，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义渠君和芈月真是有缘，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月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姬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书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啊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惠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惠后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欺辱月公主你？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，以后我义渠后宫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
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。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五位将军。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，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忌儿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天寒地冻，哪有什么生意？还是收拾东西回家吧。这雪可是越下越大。继儿，好了，继儿，好大的雪啊！这个地方好冷啊！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有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
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！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季儿，不会啊，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季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季城已经到了，到了一晚，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。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哎，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血。啊，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血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血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受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哦，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，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医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夫人，这屋子简直住不得人，我明日想办法给你们换一间好的。快躺下。慧儿，驿馆的房钱好贵，夫人何苦破费，在这儿过日子花销不少，手头上的钱财还是该细水长流。明日我多打些浆糊，仔细糊一糊，然后再点上个火盆，应该是能暖和的。刚到燕国，你们2个就打算做我的主？香儿不敢，香儿只是想，不该花的钱咱们就不花。夫人别过来，在路上是没有办法，如今到了驿馆，你还是离我远些好，免得过了病气给您。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后这屋子我也不来了，你们更别去照应我跟继儿。夫人，奴婢不敢，夫人恕罪。慧儿若是不能伺候您和公子，还是病死的好。夫人也不用太牵挂，那医者说了是风寒，再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来，放下。出去。
国相夫人，这是会后给您的礼物和信。舒妹妹真是有趣的很，劳烦你回去转告会后，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其实她何必这样客气？这件事，我比她还上心呢。照理说，国书都递交了3日了，大公主若知道了消息，该派个人来送信儿的。我也是觉着蹊跷，或是那国书还没有送到大公主手里。都说这燕国名义上是公子直做燕王，但因为年幼，实际都是国相郭伟大权在握，国事都是由他说了算。要不再找杜景问问，他到底是秦国派来的使者，应当能跟燕国国相说得上话。别指望那家伙，他本是势利之人。哎呦，你们燕国冬天一直如此吗？是啊，燕国的冬天很长很冷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将军慢走啊。哟，多谢多谢。那边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吧？将军放心，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将军慢走。杜将军，杜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喊什么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杜将军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人家杜将军是秦国的重臣，岂是一个小小侍女呼来唤去的？杜将军是秦王指派护送夫人和公子季到燕国的使臣，他要离去，总该跟夫人说一下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杜将军是护送夫人和公子季的使臣？是。难道你们此刻不在燕国的继承吗？这人都到了，国书也递了，人家还不走，难道要杜将军在燕国给你们养老送终啊？可是杜将军，可是什么呀？你们出来是做质子的，何为质子啊？纳质为压，无论谁做了质子，那都是福过灾生。质子是筹码，但是总在有用和无用之间，最后啊，弄不好成了弃子。嘿嘿，日子一久啊，有时自己母国的人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在这儿指望别人拉你们一把，我看倒不如赶紧回屋焚一炉香，自求多福啊！冷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杜景跑了。跑就跑吧，这种蛮心昧己的龌龊小人，少了他耳根更清净。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们啊？杜景递交了国书，却杳无音信。照理讲，他该知晓我们来了，就怕中间有人作梗。是啊，杜景他们走了，这驿馆里眼下就只有我们5个人了，这该怎么好啊？米叔就是存心要我们在燕国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我们虽只有5个人，但都是心贴着心的。人若多了，中间却有杜景这样的势利小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月儿说的是，我们再耐心等2日，只要疫后收到我们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夫人说了，中间有人作梗，总还会有别的办法。香儿，你去给那奕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梦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
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孟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两头拿钱，两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二言。往后他的钱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